这么说，你是一定要跟我争了？顾世子，我发现你这人吧，不但喜欢做白日梦，还戏多。你说什么？难道不是？从头到尾，我都没想过要和你争什么，我也什么都没做过，是你自己觉得我的出现威胁到了你，想把我除之而后快，然后就有了雇杀手和请吃饭这一些动作。你说你不是戏多是什么？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刚刚说的没想和你争什么，不是要把端王府拱手让给你，而是你连跟我争的资格都没有。你什么意思？很难明白。那换个说法，你会把家业给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继承吗？你的意思是，我不是我父王的儿子？不可能！我母妃是端王妃，我是陛下亲封的端王世子，我怎么可能不是父王的儿子？看来你母妃为了你没少煞费苦心呢。可惜了，你若不信，大可回去问问你母妃。你少挑拨离间，如果我不是父王的儿子，他为什么会把我养大，还给了我世子之位？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端王。你想让我去父王面前惹他生气，然后让他厌弃我？宋长廷，我不会让你得逞的。你说的话，我也一个字都不会信。我没让你信我的话呀，我不是让你回去问你母妃吗？你现在已经断奶了，相信她会告诉你答案的。我的母妃才不会做那种不知廉耻的事情呢。你少污蔑她。我和你母妃无怨无仇，污蔑她做什么？你不妨仔细想想，这么多年来，端王对你母妃是什么态度，对你又是什么态度？你不会真的以为是因为他不喜欢你母妃，所以才不喜欢你的吧？想不到顾世子这么大的人了，居然还如此天真。在我出现之前，端王可是只有你一个儿子，这偌大的端王府是需要人继承的。如果你真的是端王的儿子，他会不好好培养你，对你不管不问吗？他不喜欢你母妃，还会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吗？如果你真的是他的儿子，你觉得他会这么多年什么也不做，自暴自弃的把自己和你们困在端王府吗？千万不要说是皇帝不让他去封地，这些年陈迹是为了打消皇帝的猜疑，手握8000以1敌10的黑鹰军，你觉得他若真想去封地会去不了吗？他一万不讲，就算不去封地，也没有必要在京城如此沉寂，沉寂到让你们连像别的公子小姐那样生活都不能。那是因为顾世子，自欺欺人要有个限度。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会这么做吗？还有，你照镜子的时候，难道你没有发现，你和端王不管是容貌还是性格或者气度，都没有半点相似之处吗？不可能，我是端王世子，我怎么可能不是父王的儿子？是与不是，你回去问问你母妃不就知道了。还有，如果你真的是端王的儿子，你的母妃又怎么会同意你要弄死我的做法，甚至还帮忙？你可是皇帝亲封的端王世子，端王世子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端王府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你只要不犯什么大错，端王是不能废掉你的。就算他想废你，也要先过皇上那一关。当然，如果你不是端王的种，那一切就另当别论了。毕竟就算是皇帝，也不能逼着别人当冤大头，帮别人养儿子，还要把家产给他继承吧。顾成林，我知道你想弄死我，就算我答应你方才的提议，等以后有机会了，你和你娘还是会弄死我的。所以别整这些虚的了，有什么本事就直接亮出来。顾世子，我很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希望你不要让我太失望了。母妃，我刚刚出去见了宋长廷。你去见他了？去跟他说那天你跟我说的提议。他没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在想别的方法就是。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还是宋长廷对你做了什么？没有。那是怎么了？母妃，我是父王的儿子吗？
瞧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你是端王世子，当然是你父皇的儿子啊。母妃刚刚脸上那明显一致的表情和那有些不自然的笑容，真相到底是什么还用说吗？看着面前端庄温柔的母妃，顾成林忽然觉得有些难过和失望，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母妃，您说这话到底是在骗儿子还是在骗自己？灵儿，你在说什么？母妃，我的亲生父亲是谁？听到顾成林这样直白的问，季如烟的笑容直接僵在了脸上。你这孩子莫不是糊涂了？你是端王世子，你父亲当然是。母妃，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继续骗我吗？以前我问你，为什么父皇不喜欢我？你说因为父皇不喜欢你，所以连带着不喜欢我，我信了。可是现在想想，天下哪有真的不喜欢自己儿子的父亲呢？如果我是父王的儿子，他或许会因为您的原因对我有些冷淡，但是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不管不问，可有可无。特别是在端王府只有我一个儿子的情况下。灵儿，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听母妃解释。还有，我问您我为什么和父王长得不像，您说不是所有的父子都会长得像的，没血缘关系的人也有长得相似的，我也信了。可是宋长廷为什么就和父王长得那么像？不管是容貌还是气质，都像是和父王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这你又怎么解释？母妃，你倒是回答我呀！灵儿，母妃，父王人不好吗？灵儿，你回答我，母妃，父王他人不好吗？端王他身份高贵，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心胸宽广，自然是极好的。那您为什么要背叛他？既然父王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他？既然父王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他？还是说，我是在你与他成亲之前就有的？当然不是，灵儿，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母妃？还有，你以为皇家是什么地方？皇家最重脸面，如果母妃不干净，怎么可能嫁进来这端王府？她确实是清清白白的女儿身嫁给端王的，只是后来她犯了错，她猪油蒙了心啊。所以，你是在嫁给父王之后背叛了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之前，她还嘲笑宋长廷是私生子，可她自己比私生子还不如。难怪宋长廷说他根本没有资格跟他争，他都不是端王的儿子，拿什么跟他争？难怪端王不喜欢他。端王每次看到他就想起自己的母妃对他的背叛，那能喜欢就怪了。他要是端王，早都提剑砍死他们母子俩了。想到自己曾经因为年轻做的错事儿，季如烟心痛又后悔，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母妃，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害了我呀？季如烟说不出话，顾成林压抑在心头的怒火彻底爆发，也顾不上笑不笑敬不敬，直接指着季如烟的鼻子大骂：你这么做对得起父王吗？你在娘家的时候有没有学过女德女戒吗？你不知道礼义廉耻怎么写吗？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伤风败俗不知廉耻的事情？你红杏出墙之后为什么不喝避子药？为什么还要生下我？你觉得很光荣吗？你打我！对不起，灵儿，母妃不是故意的。走开，别碰我！对不起，母妃不是故意的，母妃没有想要打你，母妃真是被气昏了头。你居然为了一个野男人打我！不是的，不是，母妃不是为了他打你，他也不是野男人。他就是野男人！你红杏出墙的野男人，下贱不要脸的野男人！顾成林，你怎么能这么说他？我该怎么说他？我说错了吗？他和你乱来的时候，不知道你已经嫁人了吗？知道你已经是端王妃了，还和你乱搞，不是下贱不要脸是什么？还有你，我的好母妃，我还没说你呢。你和那个野男人乱来之前，你还记得你已经嫁人了吗？亏你还好意思教妹妹学习三从四德，我都替你脸红。灵儿，你可以恨母妃，是母妃错了，但是他是父亲，你不可以这样说他。如果他在，他肯定……
会好好爱你，好好保护你的。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也不需要，我永远都不会承认他的。还有你，不守妇道，我也没有你这样的母亲。你说顾成林和季如烟吵架了，还吵得很厉害。是，据说好像是世子知道了自己并非您的血脉，为此大骂了王妃一顿，话说的还不是很好听。不过他自己好像也被王妃打了。好像。雷山，府里的事情都不能确定，你手下的人是不是该好好训练一下了？王爷恕罪。王爷，属下手下里的人从来没有懈怠过训练，这次主要是他们在外面都没有进去。王妃的院子不小，只是依稀听到他们在吵架，世子一路砸着东西出来的，出来的时候脸是肿的，所以……起来吧，是本王忘了。谢王爷。王爷，世子知道了自己并非您的血脉，您说他还会跟长亭少爷争吗？争？你都说了他不是本王的儿子，那他还有争的资格吗？不过他不会甘心就是了。他要是没了儿子也就算了，给谁不是给？顾成林叫了他那么多年的父王，把能给他的给他又有何妨？可现在他有亲儿子了，那这家业自然是要给亲儿子的。那世子他不会认命的，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动作，你多派几个人去保护长亭，务必要让他毫发无伤。是，属下这就去安排。该变天了。顾成林这是把所有身家都拿来请杀手了吧？顾成林这就请来的杀手，不但人数比上回多，武功也比上回的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他没有本钱，当然要找厉害一点的，最好能这次就能直接解决了我。你说他是不是傻呀？他都知道端王已经知道了你的存在，并且对你很好，他还敢对你动手，他就不怕端王知道了直接咔嚓了他吗？这有什么想不通的？向来富贵险中求，而这富贵不但能迷人眼，还能让人迷失心智。顾晨林一向自诩身份高贵，自然是接受不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更接受不了从云端跌落尘埃，失去现在的地位身份和荣华富贵。还有一点，顾晨林很清楚，就算他不再派人来杀我，我也不会放过他的。抛开上一世的恩怨不说，单凭上回他派人来刺杀他，他就该死了。哎，你说顾成林还会不会像上一世一样去找二皇子啊？不好说，如果夫人想知道，那就让顾晨林再多活2天，顺便让青州赚一笔。让青州赚一笔？好啊，正好青州花钱大手大脚的，还经常不用我们给的钱，就让他冲一下钱包吧。都听夫人的。能让他的夫人看看热闹，顺便让青州赚一笔，也算是顾成林最后的价值了。这次这些人怎么处理啊？挑几句有特色的留下，其他的照常处理。留下干嘛呀？不送去顾成林或者你王爷爹吗？下次再送。这是什么呀？可以保存尸体5日不坏的东西。你这不是浪费吗？要尸体下次再留不就好了吗？干嘛浪费这么好东西啊？因为下次不会有尸体了，也不要可惜，这种东西啊我多的是，你想要我送你几瓶。哎，不过什么叫做下一次不会有尸体啊？你们这是已经知道顾成林下次要出什么招了？不知道，不过顾成林现在黔驴技穷，除了刺杀没有别的办法。那你还那么肯定的说啊，下次不会有尸体？什么人是小爷杀不了的呀？因为想让你挣外快啊，你总不可能自己杀自己吧？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接顾成林的生意？没问题。哎，不过我可不能保证顾长林那厮肯定找我啊。不过也没关系啊，我去给顾成林那个蠢货一点提示，实在不行就直接抢好了，反正他们也抢不过小爷我。哎，虽然吧这样做有点不道德，也不符合道上的规矩，不过现在小爷我已经不在道上混了，这规矩也就不用守了。世子，属下听说那盐业出一次手至少要10万两银子，我们现在恐怕没这么多钱呀。只要宋长亭一死，这端王府就是我的了，到时候本世子哪里还需要为区10万两银子发愁？
宋长廷必须死，必须死！见到季如烟，一句话不说，甚至连招呼都没打，直接就开口要钱，而且一开口就是10万两。灵儿，这2天母妃仔细想了想，要不咱们……话没说完，顾成林就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银票，头也不回地走了。临走前还讽刺地说了一句：你连自己都管不好，有什么资格管我？王妃，我没事，给我梳妆更衣，我要去见王爷。怎么了，王妃？没事，只是突然想起来，玉儿昨天说想吃桃花酥，今天我叫嬷嬷做了，还没给她送过去。你现在去替我跑一趟吧。可是无碍，你快些去吧。桃花酥时间放长了就不好吃了，记得把食盒旁边那瓶桃花露也带上，玉儿最喜欢了。是，奴婢这就去。妾身见过王爷，王爷万安。坐吧。怎么，还要本王？请你吗？话没说完，发现他穿了一件旧衣，冷喝一声：怎么，王府是克扣王妃的吃穿用度了吗？不是，王爷待妾身好，府里的下人又怎敢怠慢妾身呢？那王妃穿这一身旧衣，是想博本王的同情呢，还是想通过这件衣服让本王回忆起一些什么美好的往事啊？王爷您……王妃有事就直说，不要绕弯子。本王没那个耐心，也不要试图叙旧。本王没兴趣，也不觉得和你有什么旧可叙。求王爷饶灵儿一命。王妃这话本王有点不懂啊。顾成林是端王府世子，好好的，本王为何要他的命啊？而且本王好像什么都没做吧？王爷，千错万错都是妾身的错，是妾身对不起您，是妾身没有把灵儿教好，所有的罪责妾身愿意一力承担。求您看在灵儿教了您10多年父皇的份上，饶了她这一次。只要王爷饶了灵儿这一次，妾身愿意自请下堂，带着她远离王府，不再碍您和宋公子的眼。事后也会好好教导她，让她不要肖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让她克己复礼，好好做人。克己复礼，王妃不觉得这几个字从你口中说出很讽刺吗？玉如烟，你要是真懂得什么叫克己复礼，现在还会跪在这儿吗？妾身。如烟，你还记得刚成亲那会儿本王和你说了什么吗？记得。那你还记得本王圆房那晚对你说了什么吗？你又是如何回答本王的吗？记得，是妾身对不住王爷。王爷，如果当初事发之后，妾身主动跟你坦白，你会不会给妾身一个机会？本王已经不是给过你机会了吗？不然你以为本王为什么会在你爹去世以后和你一起去居家吊唁？又为什么是在你有了身孕以后才开始疏远你的？你那么早就知道了？你知道为什么本王和你同房那么多次你都没身孕吗？那时候局势对本王不利，本王腹背受敌，想着等稳定一些再要孩子，那样的话对你对孩子都好。王爷，是妾身的错，是妾身对不起你，妾身死不足惜，但是妾身还是想厚颜求您饶了灵儿这一次，她还小，是妾身没有教好她，你要如何惩罚，甚至是要妾身的命，妾身都毫无怨言，只求您饶了她这一次。季如烟，你说顾成林小，说的是个孩子，那你和顾成林对宋长林出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也是个孩子？有没有想过他是本王在这世上唯一的儿子？本来你们要是什么都不做，本王看在这10多年也算相伴的份上，也不会对你们怎么样。哪怕日后夺了你们的王妃和世子之位，也会保你们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可是你们偏偏不知足，想要整个端王府，还想要本王儿子的命。你来告诉本王，你让本王如何找你们？如果是你，你又会如何做？妾身，王爷，
这一切都是妾身的主意，和灵儿无关，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想要对宋公子动手的，是妾身诱导了他，妾身愿意以死谢罪，只求您再给他一个机会。王妃为了旧情人的孩子，还真是让人感动啊。对了，说起你旧情人，你难道就不好奇本王为什么没当初动手弄死你和他的儿子吗？反而是养了这么多年吗？毕竟这是本王的王府，本王若是真想要他的命，他连来到这个世上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你的旧情人呢。因为杨征。不然你以为本王为什么会养顾成林这么多年呢？本王看着就那么像大冤种吗？他做了什么？杨征用他和整个杨家的命跟我做了交换。杨征和杨家是你动的手？不，王妃不要给本王乱扣罪名。杨家的主子先是瑞王，后是皇帝，况且本身杨家实力也不弱，本王可没那么大本事。杨征为了让本王保住你和你的孩子，多次把皇帝要对本王动手的消息暗中传递给本王，一次又一次坏了皇帝杀本王的大计，还暗中坑了皇帝几次。皇帝发现之后恼羞成怒，让人把他五马分尸了。杨家是他家族，受牵连那不是很正常吗？征哥哥，杨征他居然……怎么样，是不是很感动啊？不过你现在应该多想想顾成林才对，毕竟他已经快把自己给作死了。闻言，季如烟也顾不得承受不住杨征的恩情了，急忙擦了擦眼泪，把刚刚跟端王求情的话又重新说了一遍，说完还重重磕了几个响头。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顾成林知道吗？他会领情吗？他知道你为了他自己跪在本王面前头都磕破了吗？他现在怕是拿着你给他的钱再找更厉害的杀手去对付宋长林吧。你说你一边求本王来饶顾长林，一边又给顾长林钱让他去请杀手来杀本王的儿子，你是想让顾长林死快点呢，还是觉得本王可以任你糊弄？我没有，王爷，妾身没有，妾身那是……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季如烟，本王记得提醒过你，守好自己的本分。在你和顾成林起了想要对付宋长林的心思那一刻开始，你就该知道等待你们的会是什么。本王不是傻子，整个端王府也尽在本王的掌控之中，别以为你们那些小动作本王不知，只不过是长亭想玩，本王当作没看见而已。王爷，真的不能再给灵儿一个机会了吗？机会本王已经给过了，是你们自己不要的，自己挑一块喜欢的地吧。风光大葬是不可能了，不过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最后的体面本王还是会给你和顾成林的，对外也会宣称你们是突发恶疾去世。王爷，您不能要灵儿的命。王爷，您就没有想过玉儿吗？玉儿，本王需要怎么想的，又为什么要想的？她是你的女儿啊，你要她和哥哥母亲的命，你让她怎么办？那你和顾成林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又有没有想到他呢？哼，季如烟，你不会是现在才想起他吧？季如烟，不要试图用女儿来做挡箭牌，你不配，本王也不吃那套。王爷当真就是有了儿子就不管女儿了吗？王爷不在乎女儿的感受，难道连她的命也不在乎了吗？所以王妃这是打算用女儿的命来威胁本王。哼，季如烟，本王虽然喜欢宋长亭，但并不代表本王重男轻女，相反，本王很喜欢女儿，如果本王有女儿，也会对她千娇万宠，让她做这世上最幸福的孩子。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顾芷玉不是你的女儿？如果她是本王的女儿，你觉得本王会对她不闻不问吗？
可能，不可能的！王爷，玉儿她是你的孩子，是我。你是想说，顾芷玉那次是趁黑山不在，你买通了给本王送饭的下人，给本王下了药，爬了本王的床之后怀上的？本王确实和你有过一个孩子，但是不是顾芷玉，她生下就被本王送走了。你把她送到哪里去了？这个你无权知道。我是她的母亲，怎么会没有权利？你居然还知道自己是个母亲啊？那你给顾芷玉下毒，试图用她的命来威胁本王，让本王放过顾成林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自己还是个母亲呢？毕竟在这之前，你可不知道顾芷玉不是你孩子。你知道？季如烟，本王刚刚说了，整个多王府都在本王的掌控之中，只是本王想不想管罢了。季如烟，你为了你和杨征的儿子，不惜对自己的女儿下毒。若本王告诉你，顾芷玉也是杨征的女儿呢？你说什么？事到如今告诉你也无妨。顾芷玉是杨征跟通房丫头生的孩子。顾芷玉是杨征跟通房丫头生的孩子，跟你和本王的女儿差不多时间出生。当时他背叛皇帝的事情已经被皇帝知晓，他知道杨家必死无疑，便找到本王，求本王帮忙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本王也不知他怎么想的，他绿了本王，还敢找本王帮忙。其实本王原本是不想管的，但是想着他算帮了本王几次的份上，便答应了他。所以你就用他换了自己的女儿？对呀，你不是喜欢他吗？那他的女儿你应该也很喜欢才是啊。而且除了你，本王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养他呀。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本王为什么要告诉你？怎么，本王和你的女儿你舍得下毒，旧情人的女儿你就不舍得了？王妃对旧情人还真是情深意重啊，令人感动的紧呢。不是的，本来呢，你若是不起歪心思，就算你和顾成林作死，本王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甚至还会安顿好的。季如烟，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好自为之吧。选好地了，让人告诉管家一声，不要再做什么动作了，不然别怪本王不给你最后的体面。见过王爷。你来干什么？谁让你来的？赶紧滚！我不想看见你。灵儿，别叫我，我嫌恶心。我没有你这样的母亲，要不是你，我现在怎么可能会这样？你要是知道礼义廉耻，不红杏出墙，会有今天的事情吗？还有，你给父王戴了绿帽子，怎么还好意思到他面前来？我要是你，早就找根绳子吊死了。那个顾世子啊，虽然你这样说好像没毛病，但是你母妃如果没有和别人那个啥，就没有你的存在了。那就没有好了。谁稀罕被一个红杏出墙的女人给生下来？谁稀罕有一个不知来路的爷的人做爹？与其名不正言不顺，被人指指点点，我宁愿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上。王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教好孩子，是我起了贪念，误导了灵儿，一切罪责我愿一力承担，只求您嫁给灵儿一个机会。别在这里恶心人了，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孽，我也不需要你求情。还有你宋长廷，要不是你，我现在还好好的当我的端王世子，你为什么要出现？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生活？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一切？宋长廷，我恨你，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灵儿，你在干什么？你快把剑放下！听话，快把剑放下，快点！灵儿，莫非我的痛苦是你带来的？我们一起死吧，反正事到如今，你也活不了了。王爷，人已经没了，找块地方好生安葬了吧，对外就宣称是突发恶疾去世。另外，把这些日子顾成林做的那些事情的尾巴
全部扫干净。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宋长廷的身份也还暂时不宜让太多人知道，不然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的。宋长廷和陆晚潇陪端王用完晚饭，准备告辞回家。今晚不在王府住吗？我已经让管家把旁边的碧落斋收拾出了，里面的景色很好啊，也很安静。你不管是要看书还是休息，都很合适啊。现在府里也没有了碍你眼的人，要不住2天再走啊？见宋长廷不说话，端王又试探着说了一句：为父，我知道你喜欢看书，前些日子让人学了很多古籍过来，都给你放书房了。刚刚已经陪你吃过饭了。可是那才多一会儿啊。您确定我们现在住下来合适？您确定我们现在住下来合适？怎么不合适了？这放心，王府的下人都是死气，有不少还是跟了为父10多年的老人，不敢的，也不会透出半个字。还有黑山也会处理好一切的，你们放心住下就是。你放心，为父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因为宋长廷没有反对，端王这声为父就越说越顺口，心情也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我不是说这个。那是什么呀？端王府刚没了2个人，不办丧事吗？那等这事儿完了，可以过来住些日子吗？你放心，为父让人把端王府里这里里外外的好好打扫清理一遍，绝对不留半点晦气之物。见宋长廷没说话，又可怜兮兮的加了一句：那就这么说定了啊，不然这么大的端王府就为父一个人住，这空得让人害怕呀。什么？害怕？你？害怕。所以陆晚潇心想，宋长廷的厚脸皮是遗传了端王吗？您不是潇潇，这招对我没用。若是觉得这端王府太大了，住着不舒服，就换个小的，或者把您那个生下来被您送出去的女儿接回来陪你。不了，她现在是药王谷的大小姐，有疼爱的父母、兄长和师兄弟，现在药王谷就是她的家，我就不去打扰了。而且她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我对她来说就是个陌生人啊。要是回来，她会不自在的。药王谷不入世，她在那里也能远离这些纷纷扰扰，一辈子安乐无忧。这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唯一能为她做的。那您就自己住吧，反正这么多年你也跟自己住没区别。要不然就考虑一下我刚刚的第一个提议，换个小的地方。还是不了，这王府挺好的，而且换个小地方，以后你们来了住着不舒服，等以后有了孩子跑都没地方跑啊。不好。说到孩子，端王突然就来劲儿了，没等宋长廷说话就接着道：哎呀，对了，你们现在生活也稳定了，暂时也没有别的事情，要不考虑生个孩子吧。端王见宋长廷和陆晚潇都不说话，甚至还有些一言难尽的看着他，有些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担心你要准备科考，顾不上潇潇和孩子了？哎呀，这个你不用操心，交给为父啊，为父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一会儿就让管家去挑几10个下人回来，开始立规矩，开始教规矩，一定把潇潇和孩子都照顾得好好的，绝不能让你有半点后顾之忧啊。这个至于安全问题你也不用担心，我到时候让黑山调800个黑鹰军回来，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你觉得怎么样啊？不怎么样，现在不考虑生孩子的事，而且我自己的夫人和孩子我自己会照顾，不用你操心。他要是连自己的夫人和孩子都照顾不了，他还配做夫君，配做父亲吗？可是没有可是，您要是再拿生孩子说事儿，这端王府您就一辈子自己住吧。生孩子的事情我们自有安排，您要是实在想要孩子，就自己找个人生。虽然说您的年纪有点大，但是您身份尊贵，又有钱，长得也不丑，相信想嫁给您的嫡门高女还是很多的。宋长廷见端王不同意，那要不您给黑山找个媳妇儿，让他先生一个给您玩玩，这样正好你也可以好好学习一下怎么带孩子，等以后有了亲孙子了，也不至于手忙脚乱。黑山听到这话，差点没一个踉跄跪到地上，这好好的
怎么扯到他身上来了？王爷，属下从加入黑鹰军那天就立誓，不娶妻生子，一辈子效忠王爷。有了妻儿，就等于有了软肋，而他们是不允许有软肋的。哎，今时不同往日，本王觉得长亭说的对呀，你也确实该娶妻生子了。而且娶妻生子跟效忠本王这不冲突啊。王爷，黑山觉得自从长亭少爷出现，自家王爷就越来越没有原则了。你们先商量，我和夫人就先回去了。黑山，你觉得下个月给你办婚事怎么样？你要是觉得太晚了，那半个月之后办也是可以的。王爷，属下发过誓不成亲的。都跟你说了，今时不同往日，本王允许你成亲，那种不人性化的誓言就不要管他了。男子汉大丈夫，娶妻生子这是正常的。可是属下不想。端王直接忽略了他这句话。你跟本王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等祭入燕母子丧事办完，我让管家去挑几个合适的回来，到时候你自己再挑一挑，要是觉得都合适，多收几个那也是可以的，这样你也能早日抱上孩子。王爷，属下不想成亲，也不想抱孩子。哎呀，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要是不成婚生子，那你们对了，你想姓什么呀？回头让管家去给你们办个户籍。端王想说，黑山要是不成婚生子的话，他们家的香火就要断了。但话说出口，才想起黑山是孤儿，没有父母，不知姓氏，被选入黑鹰军后，才有了黑山这个名字。王爷，属下就想叫黑山。王爷求您了，属下真的不想成婚，不想生孩子。属下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您要是真的想要个孩子玩，属下给您找一个。端王没说话，用一种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的眼神看着黑山。黑山快哭了，他为什么会摊上这样一个主子呀？王爷，属下觉得吧，你要是觉得一个人在这府里待着太无聊呢，就出去走走，去江南或者去大漠都行，安排好替身，咱们秘密出城，不会有事的。不去，你想去自己去。他儿子儿媳妇都在这里，他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呀？那要不您去长亭少爷家住几天？哎呀，这个那事去了，这长亭不开心怎么办呢？您放心，以长亭少爷的为人，不会把您关在门外的。况且他只是说暂时不来王府住，没说不让您去他那里住啊，对不对？哎呀，本王是担心这本王要是这样上门，惹得他不快，然后跟他的关系又回到了原点。还有我的王爷，您这就有点杞人忧天了不是？您是长亭少爷的父亲，父亲去儿子家看望儿子或者小住，那都是人之常情。而且您没发现他今天跟您的话都多了吗？还陪您吃了饭，这表示他已经在慢慢认可您了。怎么可能因为你贸然上一次门就生您的气呢？你们之间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对不对？要是他生气，就说这是属下的主意，是属下怂恿您去的，到时候属下让他惩罚出气，肯定不会影响您的。相比被逼婚，黑山宁愿被揍一顿，甚至揍几顿都成。还傻站在这里做什么呀？赶紧去叫人给本王收拾东西啊！是，属下这就去。少爷，王爷来了。什么？你说谁来了？王爷来了。他来做什么？属下不知，不过属下看到王爷带了几个大箱子，不知是不是要过来住几天呢？见宋长亭皱起了眉，黑幕越说越小声，边说还边往后退了2步。那个黑幕啊，你退什么？长亭又不会打你。不是，少夫人误会了，属下不是故意往后退的，是属下刚才没站稳。就是没站稳。宋长亭是不会动手打他，甚至连骂都懒得骂，但是他生气的时候，身上冒出来的冷气能冻死人呢。你叫长启是吧？我是你兄长的爹爹啊。长启见过王爷。快起来，来，都是一家人，不必如此见外。
谢王爷。王爷，哥哥嫂子已经来了，长启就跟青州哥哥出去了。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叫王爷多生疏啊！你看啊，我是长亭的爹爹，你是长亭的弟弟，这样算的话，我也是你爹爹呀。所以呀，你以后不要叫我王爷了，就叫爹爹吧。啊，王爷，您这样忽悠宋长启，要是长体少爷生气了，可不关属下的事啊。属下只是让您来长亭少爷家住，可没让您忽悠他弟弟啊。属下只是让您来长亭少爷家住，可没让您忽悠他弟弟啊。没事的。再说了，我这是实话实说，哪里忽悠了？一夜未见，您的脸皮好像又厚了不少。长亭来了，你怎么不提醒本王一声？王爷，长启少爷都说了，他哥哥嫂子来了，属下还要怎么提醒啊？长启说那是长启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没提醒本王，就是你不对。哼，再狡辩，本王一会儿就让人回去叫管家给你找几个媳妇儿。他是说什么了吗？就狡辩，还拿娶媳妇儿威胁他呀？这还是他那个虽然坐吃等死，不对，是年纪轻轻颐养天年，但依旧英明睿智的王爷吗？王爷，您以前不是这样的。黑山小声嘟囔，端王自动忽略他这句话，轻飘飘看他一眼。还有，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再不提醒本王，还让管家给你找媳妇去。长亭和潇潇来了。见过王爷。不必多礼。哥哥嫂子，吃早饭了吗？吃了，我跟青州哥哥一起吃的。见宋长亭没有因为他贸然上门而不高兴，也没有要赶他走的意思，端王偷偷松口气，然后顺势说起了刚刚和长启说的事儿。长亭啊，为父刚刚说的你也听到了，你觉得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就是让长启也跟着你一起给为父当儿子，等事后你回端王府了，你当端王世子，他做端王府的二公子。你看，你是长启的兄长，我是爹，那按道理长启也应该叫我爹才是啊，不然你们兄弟二人一人叫我爹，一人叫我王爷，那多别扭啊，是不是？我不觉得，您要是觉得别扭，我也可以一直叫您王爷。怎么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呢？不是，他是这个意思吗？还有，他的意图都这么明显了，宋长亭为什么非要往另外一个方向理解呢？他故意气他是不是？他肯定是故意气自己的。哎呀，亲生的，而且自己还亏欠他那么多年，现在也是自己上赶着要跟他相认，所以不能生气呀，坚决不能生气。他的父母帮为父养大了你，那于情于理，为父也应该把他们的儿子养大成人呢，是不是？再说了，长启呀还这么小，是需要父亲的。长启你说是不是啊？长启乖巧地站在宋长亭身边，听到端王问自己，抬头看看他，又看看自家哥哥嫂子，没说话。爹娘养我是他们心善，这份恩情我会自己还。至于养育长启，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爹娘不在了，我和潇潇自然会担起这份责任。长启姓宋，永远都只会姓宋，就算爹娘不在，宋家如今没人，他也永远都是宋家的孩子。那做义子啊，做义子，为父也待他一样，把他当亲儿子对待。你觉得怎么样啊？你这身份早晚要公开的。届时你回端王府做端王世子，而长启还是原来的样子，就算我们对他再好，别人还以为我们对他不重视呢，背地里肯定少不了闲言碎语，听着多糟心呢。这件事情回头再说吧。也行啊。哥哥，长启见自家哥哥好像因为自己的事情发了愁，轻轻唤了他一声。宋长亭抬眸，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没事，你先跟你青州哥哥出去玩吧，这件事情不着急，你也不必太过放在心上，一切有兄长呢。我知道了，哥哥。去吧，注意安全，记得听你青州哥哥的话，保护好他，不要回来太晚。明天要送他去书院。知道了。你给我站住，小长启，有本事你别跑啊！
秦州哥哥，你来追我呀？这不派几个人随行保护吗？不用，青州一人足矣。端王还想说什么，黑山附到他耳边轻轻说了句：王爷，那个叫青州的，3个属下也打不过他。这么厉害啊？他就是江湖鼎鼎有名的杀手严业，不知道为什么跟了长亭少爷。王爷，您和长亭少爷还有少夫人闲聊，属下让人给您收拾行李去。您这是打算来常住？可以吗？想住就住吧，反正陆宅还有许多空院子。不过先说好，端王府的事情自己处理好，我可不想哪天睡着睡着就被皇帝的人给围了。你放心，为父一切都安排好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为父是秘密出城，黑山都已经安排好了，不会有人知道的。而且端王现在还好好的在端王府里待着呢，只不过是病了，不宜出席王妃和世子葬礼。您自己安排就好。您用过早膳了吗？没呢。早膳都不用就来，我还能搬着陆宅跑了不成？早膳都不用就来，我还能搬着陆宅跑了不成？黑木说你这早膳好吃。是这样吗？您不必如此，您是我父亲，这里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短什么缺什么跟周叔说就行了。你刚刚这叫我什么？父亲。嗨！端王激动地应了一声，因为宋长廷终于承认自己，还叫了自己父亲。端王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好，连早饭都多吃了2碗。等3人用完早膳，端王住的清霜阁也收拾好了。黑山出主意有功，端王大方地赏了他1000两银子，不过黑山没要，只是跟他提了一个要求。王爷，属下不想要什么赏赐，只求你以后别再拿让属下娶媳妇的事情说事了。他真的不想娶媳妇儿，不想生孩子。虽然自家王爷现在是开玩笑的，主要是威胁他好玩，但王爷已经不是以前的王爷了，搞不好哪一天真的给他强行安排个媳妇儿呀。这个嘛，看你以后的表现。黑山闻言差点白眼翻上了天，然后也顾不得尊卑了，伸手一把夺过端王手里的银票。那属下还是要钱吧。主子或许会不靠谱，但银子不会。有了银子，哪天被主子气得心梗了，还可以用它去买开心呢。王爷，怎么了？是有什么烦心事吗？不是，只是突然想到，长亭长到如今这个样子，肯定是吃了不少苦啊，受了不少罪。若是本王早些知道他的存在，他就不必如此辛苦，也不必被一个小小的县令给弄断了腿。王爷，这些事情并非你所愿，那几年你也不容易，当时各方势力虎视眈眈，您腹背受敌，长亭少爷在您身边也并非好事。现在您和长亭少爷都是好好的，他没有怪您怨您，也已经和您相认了。因为过去的事情悔恨自责没有多大的意义，最重要的是现在和以后，您说是不是啊？本王知道，只是每每想起长亭以前遭的罪，本王心里就难受啊。他越是对本王没半点怨言，本王就是越心疼自责。王爷，属下理解您的心情，不过属下还是那句话，因为过去的事情悔恨跟自责没有多大的意义。您要是觉得亏欠长启少爷，就以后加倍弥补他，该给他铺路铺路，该给他报仇报仇。之前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根据咱们目前查到的消息，长启少爷来到京城后，除了段家那边，就只有跟二皇子有过来往和交集。二皇子？顾承渊？他约长亭少爷吃了几次饭，长亭少爷也去了。其余的像什么冯茂才，都是主动凑上找茬的，包括顾成林，也是他无意间发现了长亭少爷的存在，然后想杀他灭口，最后把自己作死了的。从始至终，长亭少爷都没有主动招惹过谁，就连二皇子那边，也是二皇子主动的。他是想拉拢长亭，还是只是想利用长亭？暂时不清楚，不过王爷大可放心，
以长亭少爷的聪明才智，不会被二皇子给利用的。一个顾宏远的蠢货儿子，本王有什么好担心的？本王只想知道，长亭对顾承渊是什么态度？是想支持他，还是什么？这个属下也不清楚，不过属下觉得长亭少爷应该是不会想支持二皇子。哦，怎么说？王爷你看啊，抛开太子不说，单说段家100年大族，历经数次王朝更替，历经无数风雨，如今依旧稳稳地立足在这天地间。这样一棵枝繁叶茂、根深蒂固的大树，谁不想攀上？二皇子虽然贵为皇子，但是他跟段家完全没法比，还不得皇帝喜欢。那正常人肯定是选择段家，而不是他呀。还有呢？还有，少夫人是段家人，段家喜欢少夫人，少夫人也喜欢段家。长亭少爷和少夫人感情那么好，怎么可能会做背叛段家，让少夫人不开心的这种事呢？除非什么？除非二皇子给了很诱人的条件，比如事成之后许长亭少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因为如果长亭少爷选择跟段家一起扶持太子，那功劳肯定是要排在段家之后的，毕竟亲疏有别，而且段家也是个个才华了得。长亭少爷如果没经得住诱惑，皇爷，好好的您踹属下干嘛呀？你当本王的儿子和你一样目光短浅和眼瞎吗？顾承渊那艘破船到处漏水，谁稀罕上？而且他那人品又不好，他的承诺能作数吗？本王的儿子有那么傻吗？可是属下也说了是如果呀。黑山觉得自己刚刚那一脚挨的多少有点委屈。这种事情没有如果。他算是明白了，以后说长亭少爷只能说好的，不好的一个字儿也不能提，连假设都不成。明白了吗？明白了。你继续说。王爷，属下说的已经说完了。关于长亭少爷对二皇子具体什么想法，属下觉得您还是亲自去问问长亭少爷的好。要你何用？他们家王爷真的是越来越不好伺候了。说到一半不让他说的是他，让继续说的也是他，他不说了还不乐意。他要是接着刚才的说，那不还继续被踹吗？长亭啊，太子还有二皇子还有五皇子，你想支持谁呀？长亭啊，太子还有二皇子还有五皇子，你想支持谁呀？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事情了？荣顺帝不行了？你想要顾宏远死？让荣顺帝死？您想让他死就去弄他，我无所谓啊。顾宏远那3个儿子，你打算支持谁呀？您觉得呢？还是您有想支持的人？那倒没有，只是今天和黑山说的这件事情，想问问你是什么想法。这样的话，为父也好提前做一些安排。你是打算支持太子的是吧？不然呢？先不说潇潇跟段家的关系，就说您那3个侄子，您觉得谁更适合坐那个位置？那顾承渊呢？我那是想搞死他。搞死他？你和他有仇？这事您不用管，我自有安排。至于我和他是什么时候结的梁子，这个不方便告诉您，您也不用派人去查，您等人查不到的。为父知道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一个人扛下。你现在有父亲。好。要不要来一杯？银月没出声，无甚兴趣地看了一眼，重新趴了下去。真不喝？来尝尝主人我的手艺，味道不错的。然而银月只是轻轻地把头挪了个位置，眼睛都没睁一下。陆晚潇这下不乐意了。你要是不喝的话，我就听花花的，给你改名字叫朗朗，还把你给他当宠物。就舔一下，再喝一口嘛，再喝一口，我明天带你去林子里玩。
你放心啦，主人我这次一定说话算话。又在哄银月喝酒，小心他喝上瘾了，那天悄悄的把你空间里面的酒都喝了。你洗好了？这是我们一起酿的果酒。说话就说话，凑这么近做什么？喜欢。夫人身上的味道总是令为夫欲罢不能。夫人身上的味道总是令为夫欲罢不能。那要不我把我身上的香膏给银月用一用，然后你去抱他。话还没说完，肩膀就被宋长廷轻咬一口。在胡说八道，为夫不介意在这里。话没说完，但是陆晚潇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也相信他绝对能做出这种事儿来，立马就怂了。虽然不会有人看见，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但是这沐天席地的，院子又大，他总觉得没有安全感。而且在屋外做那种事儿，他还没有那么奔放。夫人这是觉得在这里不好意思。宋长廷何其了解他，一看他的神色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是上次在空间的草地上，你明明很……闭嘴！空间里能和这里一样吗？那要不我们试试？再不正经，等过些日子就自己回江陵府考试。夫人舍得吗？夫人就算舍得为夫，那你的小姐妹曲雪兰呢？这么久没见，你不想她吗？所以你这是有恃无恐了？书房的床自从搬进去之后还没人睡过，要不你今晚去睡一睡，感受一下，看看合不合适？哎，怎么会呢？为夫哪儿敢呢？为夫一向都是夫人让往东绝不往西，夫人让坐着绝不站着。没等陆晚潇说话，立马岔开了话题，朝一旁暗机抬了抬下巴。我们酿的果酒好喝吗？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我们酿的果酒好喝吗？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夫人给我拿。见睡书房的事儿已经过去，宋长廷又开始得寸进尺。你没手啊？还是断了？抱着夫人呢，实在腾不开手。那就别喝，还剩半杯，刚好够你尝个味儿。宋长廷没接，就着他的手轻抿一口，趁他不注意，在他唇上轻轻啄了一下，然后抿了抿嘴唇，意味不明地说了句：“味道确实不错。”你应该庆幸你长得好看，气质也属于清冷那一挂，不然你这种言行就一油腻大叔，你知道吗？夫人喜欢就好。我不喜欢。好了，时辰不早了，我们回去睡觉吧，明天还要早起呢。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回景和县呢？秋闱时间定在8月初10，而现在快7月了，考试肯定不能踩着时间去。等把京城的事情安排一下，我们就动身。等秋闱的成绩出来，你还要参加鹿鸣宴，再处理一下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路上万一有事再耽搁点时间，我们最早应该要9月才能回来了。青州就让他留在京城保护长启吧。保护长启，没人比青州更合适。万一真的遇上危险，情况又特别危急，其他人或许会因为这那的原因而放弃长启，但青州不会。青州宁愿自己死，也不愿意让长启受一点伤害。是打算把他留在京城的。我们现在自保没有问题，手里的人也够用。姐妹，你终于回来了。还慢点慢点，蓝雪，你别跑那么快啊。怀孕了？可是我好像没跟你说过，你怎么知道的？晚潇朝他身后的傅子义抬抬下巴。都写在脸上了，还用得着说吗？哎呀，他可能是第一次当爹，太过于兴奋和紧张了。说的好像你以前当过娘一样。那当然也是第一次啊，只是人家没有像他那么激动嘛。怎么样，孩子还好吗？好，你和孩子都好。怎么，傅子义那么紧张，没让大夫每天去给你请平安麦？当然有啦，刚发现有孕的时候就请了大夫住在府里，每天早晚各一次平安麦，还要喝安胎药。想到那苦哈哈的安胎药，曲兰雪的脸都皱成了一团。安胎药是药3分毒，你和孩子都好，那玩意儿没必要每天喝。
你要不放心，回头我给你做2瓶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安胎丸。那我就先谢谢姐姐啦。对了，姐姐，你能不能跟傅子怡说一下，让他不要这么紧张？怎么啦？姐姐，你不知道，我都被他管得快要自闭了，一天天的，这不许吃，那不许去，连什么时候睡觉都要管。你呀，就在我面前秀吧。到你面前秀，我有那个必要？你没看到，你刚刚说要来跟我一起做的时候，你们家宋长廷的眼神都快要能吃人了吗？我是真的被傅子怡管得快要自闭了。你是大夫，你去帮我跟傅子怡说说，让你不要这么紧张。行吧，我回头给他说说，再列个注意事项给他。姐姐真好。想到马上就可以结束现在这种被当成瓷娃娃的日子，曲兰雪好心情地搂过陆晚潇，想要亲一口。坐好，想亲啊，等会儿回家亲傅子义去。几人许久未见，自是有许多话要说。等吃完饭，天色已经完全黑透。傅子义送2人出门，陆晚潇见他一路上好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怎么了？怎么了？嫂子，那个……怎么了？你是不是想问蓝雪和孩子的事儿？放心吧，蓝雪和孩子都很好，你不用那么紧张。蓝雪身体很好的，等3个月后孩子稳定下来可以同房，注意一些就是。嫂子，我不是想问这个，我是想和你说声对不起。跟我说对不起？好好的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你欺负蓝雪了？不是，是为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过分的话道歉。对不起，嫂子。以前对我说的很过分的话。陆晚潇一头雾水。就是咱们刚认识那会儿啊，那时候我已经不知道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陆晚潇了，我把他之前做的那些破事儿全怪你身上了，我好几次对你都说出了很过分的话。哦，你说这个呀，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知者不罪，而且你也是因为心疼长廷和长启，你不用这样，你要不说我都忘了这个事情了。多谢嫂子。其实那时候你突然变化很大，不但人变好了，还会很多之前不会的东西。长廷哥对你的态度也对之前大不一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只是我想不到会是什么原因呢，也没想到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要不是蓝雪跟我说了她的事情，还有跟我讲了许多关于你们那边的事情，画了什么飞机呀、汽车的呀给我看，我都还不敢相信。想不到很正常啊，毕竟穿越这种事情是需要机缘的，而机缘这种东西呢，又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可能几百年都没有一个。你都不知道这么个东西，又怎么可能会想得到呢？傅子义被安慰到了，看了一眼在一旁听苍梧汇报事情的宋长廷，小声的问陆晚潇：哦，对了，嫂子，长廷哥知道你穿越来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有没有被震惊到，或者被吓到？你觉得呢？以长廷哥的性子，被吓到应该是不可能的吧，不过也不至于什么反应也没有，所以他应该也被震惊到了吧。也？怎么，你是觉得长廷哥也会跟你一样大惊小怪？大惊小怪？你管这件事情叫大惊小怪？你管这件事情叫大惊小怪？你刚还不是还说了吗？这种事情需要机缘的，可能几百年。说着反应过来了陆晚潇刚刚话里的意思，不敢相信的看着他。你刚才的意思是说，长廷哥知道你是穿越而来的事情的时候，没有被震惊到？对啊，有什么问题吗？那他是什么反应啊？什么反应也没有。怎么可能啊？我都……你是你长廷哥是你长廷哥，你俩除了性别像，其他都不像，见识、见地、知识也不一样。那同一件事反应不一样，那不是很正常吗？你是在说我读书少，长廷哥读书多吗？懂得多吗？所以遇到事情才不会像我一样大惊小怪的，是吗？你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可以，毕竟多读书确实没坏处。哦，你别排斥读书这个事情，虽然吧，读书不一定能让我们功成名就，也不一定能让我们赚很多钱，但是多读书起码能让我们变得更加豁达和通透，
看事情也能更加全面。读书不一定要读4书5经那些，像什么杂记呀、历史人物传记呀，甚至坊间趣事都可以。毕竟小故事也有大道理嘛。你以后的生意越做越大，千奇百怪的人都会遇到，多读点书就能多和别人有一些共同话题，到时候谈生意也会更容易一些。你说是不是？我知道了，嫂子。夫人，您和公子这次回来打算住多久啊？应该住到8月下旬或者9月初吧。这么快就要走啊？老奴还说，公子和夫人这次住的久的话，明儿再去物色2个丫鬟和家丁。这事儿不着急，等过完年再说吧。明年3月或者4月我们再回来，到时候应该会住的时间长一些。等老奴过完年，再着手物色丫鬟，看看有合适的，先买回家教教规矩。也不用添太多，够用就行。我和公子都不喜欢摆排场，也不需要太多人伺候，护卫那些我们到时候会带来。是夫人，老奴就先退下了。夫人和公子早些休息，有事换连春和西夏他们在外面伺候。这些日子啊，就多辛苦嬷嬷了。夫人折煞老奴了，都是老奴的分内之事。下去吧。老奴告退。这是什么？醒酒汤，严嬷嬷怕我们明日头疼，特意熬的，味道还可以，要不要喝一口？好啊。宋长廷微笑着轻轻颔首，然后趁陆晚潇不注意，弯身体攫住了他柔嫩的红唇，一番轻捻研磨之后，不舍得放开他，回味似的舔了舔嘴唇，一语双关的说了句：味道确实不错。对于宋长廷这种逮着机会就占便宜的无耻行径，陆晚潇早就已经麻了。天天亲还亲不够吗？永远都不会够。以后打脸了可千万别叫疼。陆晚潇嫌热，往里头挪了挪，跟他拉开了距离。宋长廷长臂一伸，直接把他拉到怀里。不要，热。那我们去空间睡。宋长廷亲了亲他的额头。回头让人把我们的屋子重新改造一下，再在院子里面修池子，这样就能凉快许多了。不去，你别挨我这么近就好了。去了空间，他明天还能下床去看蓝雪吗？看他像防贼一样。夫人想什么呢？为夫只是想让睡得舒服一点罢了。你确定去空间我能睡得舒服？空间里面温度适宜，自然是能睡好的。你要不要被人像摊煎饼一样翻来覆去的折腾是什么滋味？好啊。你要不要被人像摊煎饼一样翻来覆去的折腾是什么滋味？好啊。正好为夫还不知道像被摊煎饼一样翻来覆去折腾是什么滋味，要不今晚夫人让为夫体验一下。没兴趣，没能力。如果真想体验，建议另……陆晚潇的话还没说完，唇上附上柔软霸道又带了些许惩罚性的吻席卷而来，人也被压在了身下，双手被紧紧的禁锢住。好一会儿，宋长廷才微喘着放开他。下次再乱说，就让你3天下不了床。说着，又在他唇上略带力度的咬一口，疼痛感传来，陆晚潇委屈地摸了摸嘴唇，把头转向一边不理他。乔乔，我谁也不要，只要你。宋长廷把头埋在陆晚潇颈间，声音霸道不容拒绝，还带着些许可怜的味道。陆晚潇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抬手环上他的脖颈。我也没把你给别人，更没让你去找别人呀。我也没把你给别人，更没让你去找别人呀。可是你刚刚就是想说让我去找别人的呀。宋长廷委屈的像只被主人抛弃的大狗狗。我没说，那是你自己脑补的，别赖我身上。可是你就是那个意思，要不是被打断，你就说出来了。也不知是不是喝了酒的缘故，宋长廷像个孩子一样不依不饶的。那不是还没说吗？下次想给我扣锅，至少等我把话说完好吗？再说了，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我怎么想的你都知道，你就那么确定我一定会按照你想的那样说？胡乱揣测老婆的心思，
今晚罚你不许碰我。不就是耍无赖吗？搞得谁不会似的。若是往常，宋长廷一定会厚着脸皮接下陆晚潇的话，并自动忽略他的最后一句，重新把他拉回怀里，然后开始将将娘娘。可今天宋长廷什么动作也没有，只是委委屈屈地说了个欧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他，眼里带着些许迷茫和醉意，还有几分慵懒，配上他那低沉磁性的声音以及清俊的侧颜，简直让人想犯罪。陆晚潇知道他是故意的，为避免自己心软和抵挡不住美色的诱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进了空间。宋长廷没想到陆晚潇居然来这一招，揉了揉眉心，低声失笑。等了一会儿没见人出来，无奈地把被子拉开，躺在他刚刚躺的位置上。习惯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一旦习惯了就很难改变。就比如经过这1年多的同床共枕，陆晚潇早习惯了每天躺在宋长廷的臂弯里，闻着他身上的冷香入睡。现在一个人进来空间，没有温暖的怀抱，没有熟悉的冷香，没人闹他，竟有些不习惯了。在床上翻来覆去半天还是没能睡着，干脆出空间把他也拉进来。就知道夫人终究还是舍不得为夫的。陆晚潇在他怀里寻了个舒服的位置。要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面热坏了，要辛苦我照顾，我才懒得管你。是，多谢夫人体恤，夫人最好了。我先警告你啊，今晚乖乖睡觉，不许做其他的，不然我就把你扔出去，不管你。明明是威胁的话，却说的带了几分傲娇的味道，细听之下好像在撒娇。为夫听话，夫人别动手。被扔出去不可怕，可怕的是出去后就进不来了。他也相信他真的会那样做，而且今天舟车劳顿，他也想让他好好休息。陆晚潇见宋长廷今晚是真的准备乖乖睡觉，放心的闭上了眼睛。睡吧。宋长廷给他拉了拉被子，陆晚潇了一声，然后又摇摇头。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还是有什么事啊？都不是，只是还不觉得困。那要不我们去外面走走，看看花花他们。不想动。不想动？宋长廷玩味地重复了一遍这3个字儿。那不然我们做点不需要你动的事情。陆晚潇一听这话，就知道他肯定又是满脑子黄色肥料，没好气儿的掐了他腰间的软肉一下。如果管不住自己，就出去一个人睡。夫人这是要谋杀亲夫吗？而且为夫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你就给为夫判刑，不好吧？还是说夫人是为夫肚子里的蛔虫，知道为夫心里在想什么？好熟悉的话呀。哼，现学现卖这一招学得挺好啊。夫人过奖了。他这人的脸皮已经厚到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了。陆晚潇哼了一声，拨开他的手，退出了他的怀抱。宋长廷又把他捞回来，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别乱动，今天真的不闹你了。你要是睡不着，为夫给你讲故事。我又不是小孩子，还需要讲故事哄睡？未等宋长廷说话，又道：夫君，我不想动，也不想听故事，就想这样静静的躺着。那我陪你。陆晚潇点点头，在他怀里拱了拱，伸手环住他的腰，两人没再说话，就这样静静的相拥而卧。宋长廷的手有一下没一下的拍着陆晚潇的背，过了好一会儿，怀中的人呼吸渐渐平稳。宋长廷以为他已经睡着了，准备给他换个舒服的姿势，却不想还没动呢，就又听到了他的声音：夫君，你想当父亲吗？怎么突然问这个？不是突然，之前父亲让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就想问你了。父子一比你小，过几个月都可以当爹了，你真的没想法吗？如果你想早点做父亲，我可以的。虽然这具身体还不到20岁，但是我喝了那么多碧优，又吃了诡医前辈留下的对身体发育有好处的丹药，身体已经足够成熟，没有问题的。至于安全问题，我们现在……小小，生孩子这个事情呢，生或者不生，什么时候生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来决断。
自然也不应该被别人影响。不可否认，我确实想做父亲，想要一个身上流着我们的血的孩子，但是这个事情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我们既然已经商量好了什么时候生，就不要受别人影响，好不好？可是你……没有可是。乔乔，孩子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着急。再者，我也想和你多过2年，只有你我2人的日子。暖流流过心坎，越酿越沉，激起千层甜蜜巨浪。陆晚潇紧紧地回抱着他。怎么？你还怕有了孩子，你的地位受到威胁不成？有了孩子，夫人的精力就不可能全部在为夫的身上了，说不定满心满眼都是孩子，到时候为夫岂不是什么？岂不是就是成了没人爱的人了？夫人，为夫缺爱，所以想要你多爱我一点。宋长廷说着，直接翻身附上他。既然夫人精神这么好的话，那我们就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吧，也正好给夫人助眠。话音落，薄唇附上柔软，陆晚潇的一切声音都被吞噬殆尽，只留一世旖旎。鱼水之欢确实能助眠，还能让人睡得更香更沉。等陆晚潇再醒来时，已经是5个时辰以后的事儿了。彼时的宋长廷已经练了2套剑法，把陆晚潇要带去给曲兰雪的菜斩好，还给陆晚潇准备好了沐浴的水。看在他这么殷勤周到的份上，陆晚潇也懒得跟他计较他昨晚不顾他反对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了。那这2瓶呢？那2瓶是灵泉水。灵泉水哪儿来的？哦，我明白了，姐姐，你不会是像那些小说里写的那样，穿越了还得了个灵泉空间吧？差不多吧，只不过不是很美好，还差点就见了阎王。姐姐，你以后可别再去有危险的地方了，有一丁点危险的地方都不要去。万一你要是有个3长2短，你让我怎么办？还有我肚子里的……哎，打住，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孩子的爹呢。人家也是担心你，想你好好的嘛。你不知道，当初听说你飞机失事，我……没事啊，都过去了，不想了啊。你知道的，我从来不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飞机失事是意外，得到空间也是意外。我保证以后会更加小心，绝对不会让自己有一丁点危险的，好不好？好啦，不要想这些事情了啊。你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我现在有能在任何时候都能保命的东西，有厉害的靠山和老公。除了那些，我还有钱有手下，要做什么事情吩咐一声就好了，都不需要我亲自去，又怎么会有危险啊？对啊，不好意思啊，姐姐，之前听子怡说了，你和姐夫以前过得有多艰难，老记着那些，都忘了你的本事，以及你现在还有厉害的身份和靠山，还有你刚刚说的空间，我怎么一口气的功夫就给忘了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孕傻3年？可是我才刚刚怀孕啊！你这叫关心则乱。你这具身体虽然体质挺好，各方面都没问题，但是终究还是年轻了些。这个可以强身健体，祛百病，反正一大堆作用，你多喝点，对你和腹中的孩子都有好处。好，比那些死贵的茶水好喝多了。这不废话吗？不过你之前不是说不想过早生孩子吗？怎么一转眼就怀上了？这纯属意外和疏忽。之前我们和子怡不是去江南谈生意吗？忘了带你给我的碧子丸，然后那天又着急和子怡出去谈生意，等想起来要找个大夫开碧子汤的时候，已经过了时间了。本来想着怕是不会有这么好运，谁知道还真的就有了呢。这孩子来了都是缘分，我也不可能不要他。而且我听说第1胎不能打，不然以后不好怀。说什么傻话，有了孩子当然要啊，打胎对身体不好，不管第几胎对身体都有伤害，以后不许再有这种想法了。不想要孩子就做好避孕措施，有了孩子除非是万不得已，不然最好不要堕胎，对身体伤害很大。自己的身体一定要自己爱，自己的身体一定要自己爱。我知道，我也就是说说，我又不可能真的那么做。
我有爱我负责的老公，有钱有人，我也喜欢孩子，有了孩子当然要生。傅子义成亲之后真是成熟了不少，他是个好丈夫，以后应该会是一个好父亲的。对了，小姐，我生孩子的时候，你可以在我身边吗？这边的医疗太落后了，我害怕，而且我只相信你。看你说的，你生孩子我当然要在身边呢。你放心把自己交给那些稳婆和连剖腹产都不知道的大夫，我还不放心呢。谢谢小姐姐。对了，姐姐，到时候是我去京城呢，还是你来锦河县？又傻了是不是？当然是我过来啊。我能让你一个孕妇舟车劳顿去京城吗？那我还是人，还配你叫我姐姐吗？可能还没有从有孩子的复杂情绪中完全出来，脑子有点不好使。安安心心待在锦河县养胎，到时候我过来。姐姐，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感觉我最近的脑子好像跟不上嘴，总是让我说一些很傻的话，问一些很蠢的问题，每次说完问完又反应过来。嘴在前面跑，脑子在后面追，差不多吧。这种情况多久了？把手给我。大概是从怀孕开始。从怀孕开始？你确定吗？当然确定啊，我再健忘，我还没有到连这个都记不住的地步。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这种情况是从知道自己怀孕开始，还是在知道怀孕之前就有了？好像是从知道怀孕后开始的，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我这应该不是身体上有问题吧？恭喜你，猜对了。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你这是心理上的问题。怎么说？你这应该是怀孕焦虑症。怀孕焦虑症？那是什么东西？你这个孩子是意外来的，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做好要孩子的准备，他就来了。这对做事喜欢有计划的你来说是无错的。这是你第一次做母亲，你意外、欣喜、紧张又害怕。你怕自己做不好母亲，怕自己保护不好她，更怕自己怀孕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什么意外，因为这边的医疗落后。这些种种在你的心里形成了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只是你平时都用无视来掩盖，或者说是故意忽略，因为你的潜意识里就在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情绪既然已经存在，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那自然会影响到你的。那怎么办？姐姐，我这还有救吗？别担心，又不是什么绝症，说什么有救没救的，别自己吓自己啊。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么严重。放心吧，有我在，不会有事的。我等会儿给你开个泡脚的方子，你每天睡觉前泡泡放松一下，顺便让丫鬟或者傅子义给你按摩一下，效果更好。等明天再给你送点药过来。这样就能好啦？你别着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蓝雪，不管是吃药还是泡脚按摩，都是外在的辅助，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态要调整好。你不要去担心那些东西，什么医疗落后啊，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啊，怕照顾不好自己和孩子呀，这些通通都不要担心，不要再去想。没有谁一来就会当妈妈，会照顾孩子，可以学嘛，对不对？至于医疗落后的问题，有我在，我保证你生孩子的时候我一定在，保证不会让你和孩子有事，好不好？过几天我带你出去转转吧。好啊。我们去哪里？去哪里？这个等我回去问一下宋长亭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我们出去玩2天，好好放松一下。你过几天不是要陪你夫君去江陵府考试吗？我不陪他去啊。你不陪他一起去？我去干嘛呀？他们考试要考9天7夜，考完才能出来，而且还要提前1天进场，考完后的第2天早上才能出来。我就算去了，也只能在外面等他，多无聊啊！再说宋长亭也不要我去。8月初8，宋长亭带着黑木和黑土，还有陆晚潇给他准备的衣物、吃食等物，动身前往江陵府。陆晚潇本来想把宋长亭送到江陵府，
把他送进考场才回来的。但是宋长廷说什么也不让，就只好送他到城门口。等我回来。一路小心，考试顺利。赶紧走吧，到了好好休息一下，好好考试。好。嫂子，这一路就麻烦你帮我照顾蓝雪了。这是干嘛？给你们的路费啊。总不能你帮我带蓝雪出去散心，还要你出钱吧？哎呀，不用不用，虽然我没像你那样做那么大的生意，但是也不至于连出去玩的钱都没有。我知道嫂子不缺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而且你是带蓝雪出去，我人不去连路费都不出的话，心里过意不去啊。好了，别婆婆妈妈的了，我和蓝雪走了啊。生意上的事自己多留心一些，别被骗了。我知道，多谢嫂子。蓝雪就麻烦你了。少夫人，少爷，他不会有事吧？黑木看着那些先出来的考生，基本上都是蔫巴巴的，一脸的疲惫不堪，有些担心地问陆晚潇：“你这是看不起你家少爷？”当然不是了，属下知道少爷很厉害，但是这一下子在里面待那么多天，还吃不好睡不好的，连口热水都喝不上，还要做题，这铁打的身子他也受不了啊。我听说你们当初训练的时候，经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训练，完了之后还会把你们放到森林里，不给任何食物和水，让你们在里面待个10天半个月的，然后再按要求到达目的地。这10天半个月，你们要自己解决吃饭喝水的问题，还要应对森林里那些毒虫毒蛇、狼群猛兽什么的，是不是？是的，少夫人。那你觉得辛苦吗？辛苦，但是我们那都不费脑子啊。我们当初训练确实很辛苦，从森林里活着出来确实也不容易，但是我们主要考验的是体力和武力，不需要像少爷这样考试费脑子啊。而且我们是可以自己生火烤食物的，虽然味道不太好吧，但是每天那都是现抓现烤的，热乎新鲜呀。虽然属下没读过书，也没有参加过科考，但是我也知道，这科考啊，不但要考验所学的知识，还要考验身体素质和心态。然后呢？这又费脑子又费体力，还要搞心态，这当然要比我们那种训练辛苦得多呀。哎，少夫人，您说是不是？是的，不过你说的那是一般人，而你们家少爷他不是一般人。那他是几班的呀？2班的。哎，少夫人，少爷出来了。我看到了。属下下去接少爷。不用，你家少爷又不是小孩，这么几步路还有人接吗？下面都挤死了，你就别去增加交通压力了。可是这里这么多人，少爷又不知道咱们在这儿，他要是不走这边可怎么办呢？你喊他一声不就好了吗？实在不行，等他到楼下你再去找他。怎么，你还怕他一转眼的功夫就飞走了不成？他有没有翅膀？这位小郎君，人群拥挤，要上来一起喝杯茶吗？看着楼上娇俏明媚的人儿，宋长廷觉得身上的疲惫都散了许多，眉间泛起温柔，用口型无声地说了2个字：等我。少爷。这2天辛苦你们了。少爷言重了，都是属下的分内之事。陆晚潇把一早准备好的碧优递了过去。多谢夫人。你们回客栈吧，休息一晚，明天再动身回景和县。哎，少爷，您不回去休息吗？我和少夫人还有事，你们先回去。属下告退。空间里，陆晚潇早已准备好了美味的饭菜和沐浴的水，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尽管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给自己做饭，宋长廷心里还是泛起了阵阵暖意。辛苦夫人了。不辛苦，做几道菜而已，有什么辛苦的？夫君考这么多天的试才辛苦呢。也不知道他到底起了多早，要知道他最是喜欢睡懒觉了，平日里若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儿，就算是捡钱他都不愿意起早的，心里感动又心疼，想要抱抱他，想到自己已经快10天没洗澡了，又忍住了。你是想先吃饭还是想先沐浴？我不是很饿，沐浴完再吃吧。那你去洗吧，衣服和热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夫人不帮忙吗？想到之前几次帮他洗澡，洗着洗着他人就去了浴桶里，等再醒来时人已经在床上了。你自己洗吧，我去厨房看看，再给你做个菜。这些菜已经够吃了，为夫这些天都没有休息好，好累，夫人帮我搓背好不好？
不好，自己洗。夫人，不洗就糊着，反正难受的又不是我。还有啊，不洗的话，今天自己睡书房。看着他快速离去的身影，宋长廷无奈的笑了笑，提步去了净房。真是个傻乎乎的，他只是这么多天没见，想得紧，想让他多陪自己一下而已。唉，都怪自己之前不知道收敛呐，本想泡个澡的，现在只能快速的洗出去了。那些菜已经够吃了，怎么还做啊？这不是怕你这些天在考场里没吃好，饿坏了，营养不够，想多给你做点吃的嘛。傻瓜，为夫没有那么金贵，这些天我没有饿着，你不用这么辛苦。我想把你养金贵一点，不行吗？行，夫人想做什么都行。怎么样，考试还顺利吗？考题是不是跟上一世的一样？对为夫这么没信心啊？不是啊，我只是想知道重来一世，那些你没出手干预的事情，会有多少也因为你的重生而发生了变化？只是这样？那不然呢？我要不是相信你的实力，在你决定参加科考的时候就开始督促着你看书了，再不济也是让你临时抱佛脚，哪里会等考完才来跟你说这个啊？虽然吧，你高中与否我都不是很在意，咱们也不指望你以后当官挣的那点俸禄过日子，但是既然想做一件事情，就要拿出该有的态度，全力以赴，你说是不是？夫人言之有理，是为夫想差了，我给夫人赔罪。考题和上一世的差不多一样，所以每场我都是早早写完，在那里打坐休息，然后顺便修炼一下新学的内功心法。你这是要气死别的考生吗？那就是他们的事了。再说了，这样都能被气到的话，还不如趁早回家，不然等进了京城，会更加的妒恨不平的。你们这个成绩大概几天出来啊？以往是3天，不过这次因为之前的舞弊事件，审卷会比之前更严格仔细一些，会比以往慢，应该5日左右吧。那我们明日回景和县吗？等放榜了，知府大人就会派人去家中报喜的，不用在这里等。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在江陵府没有别的事了吗？没有了。夫人还有别的事吗？我也没有。那我们吃完饭去休息一下，晚上我带你去逛一逛江宁府的夜市，看看夜景，等明早我们就出发回景和县。好。其实宋长廷并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逛街逛夜市这些都是因为他喜欢，他才陪他一块儿去的。得夫如此，其欲何求？8月25，秋闱放榜，毫无悬念，宋长廷取得了第1名的成绩，成为了此次江宁府乡试的解元。恭喜宋老爷，贺喜宋老爷，取得了咱们江陵府此次乡试的头名啊！有了2位跑一趟了。黑木知道他不喜欢应付这些人，很有眼色的上前。2位一路辛苦了，进府喝杯茶吧。不了，小的们还要去别的地方报喜呢。那这些钱2位拿着去喝个茶吧。就悄悄离开宋府，去了罗府。他们不在的日子，罗府里又送了几批黄金过来，这么好的东西，他们当然不能客气了。可以呀，苍梧。主要是那个婆娘被关起来，还一点都不安分。开始还好，后面就各种作妖。知道罗少死了之后，这更是像个疯子一样，一天不是骂骂咧咧，就是嚷嚷着要找公子报仇。属下见他实在想罗少，就送他下去找他去了。找公子报仇？宋长廷？他怎么知道罗少是宋长廷弄死的？风声走漏了？不是，是他实在想不到罗少还有什么仇人，就算在了公子身上，说是只有公子跟罗少有仇，只有公子有动机对罗少下手。他让罗耀派人去抓公子，罗耀不去，他就对罗耀又打又骂的，挨了罗耀2个大耳刮子之后，又开始骂公子，什么话难听骂什么。宋长廷上辈子怕是挖了罗少和他娘一家的祖坟吧。从罗府出来，想着那些在罗府门口凑热闹的人可能还没散，陆晚潇和宋长廷便找了家人少的酒楼吃饭。怎么了？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得回趟桃溪村呢？回桃溪村？回去做什么？还是夫人有什么事啊？没有，你以桃溪村宋长廷的身份参加科考，现在中了举，还是第1名，不回去给村里报个喜吗？不用，官差会去村里报喜的，我也会差人去跟李正说一下的。至于庆贺，等金榜题名之后一起吧，反正到时候也要回来祭祖，回去难免兴师动众。这个时间正是农忙的时候，就不去给他们添乱了。这样也好，
少夫人，您快去看看吧，少爷被一个女子缠住了。长亭被一个女子给缠住了，来寻仇的？他们现在在哪儿？不是那个缠，是那个姑娘给拦住少爷了，好像在求少爷帮忙还是什么的。不是打架？是烂桃花。陆晚潇闻言收回脚步，重新坐下。黑木急了：不是少夫人，你怎么又坐下了？有人来给你抢少爷了呀？哦，少夫人呐，都有人来给你抢少爷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呢？要不是尊卑有别，黑木都想上前夺了陆晚潇手中的茶杯，然后带着他赶紧前去瞧瞧。然后呢？然后？不是，你这种事情还用问什么然后吗？少夫人，您是不是被气坏了呀？你看我像被气到的样子吗？像。回去之后让你们家王爷给你去宫里请个擅长治疗眼疾的太医好好看看吧。他连呼吸都没乱一下好不好？还被气坏了，什么眼神呢？少夫人，如果你没被气坏，属下觉得你现在应该过去抓奸呢，然后抽那个女的一顿，让她别打少爷的主意。黑木啊，你这么着急气愤，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被抢的是你的相公呢。少夫人，黑木觉得陆晚潇没救了，陆晚潇觉得这样的黑木好可爱，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安啦，你们家少爷不是那样的人。可是少爷被他拦住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果少爷不想，黑山首领都拦不住他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怎么可能拦得住呢？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应该等你们家少爷回来抽他呀。毕竟他只要有这个心，我今天就算赶走了一个，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的。而且这能被抢走的东西，就说明注定不属于自己，又何必强求呢？你说是不是？是个道理啊。不过属下还是觉得应该过去抽那个勾引少爷的女人一顿，让他知道厉害。别的不说啊，解气儿啊，西马，您说是不是？有道理。那你们家少爷呢？少爷，您带回去，关起门来随便收拾。少夫人放心，属下和黑兔绝对不帮忙，也不会告诉王爷的。不告诉什么？少爷，您怎么来了？我不能来，抱歉，让夫人久等了。还好，我没比你早多会儿出来。那就好。对了，你们刚刚在聊什么？听到宋长廷的话，黑木连呼吸都变得紧张起来，站在宋长廷背后，疯狂的朝着陆晚潇使眼神，让他不要说。然而陆晚潇看都没看他一眼。我们再聊。少夫人，怎么啦？有什么事儿吗？宋长廷也转头看着黑木，眼里带上了几分不悦和凉意。自己和亲夫人聊天被打断，宋长廷这下是真的不高兴了。被宋长廷这么一看，黑木要说的话就被卡在了喉咙里，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宋长廷不悦地皱了皱眉，陆晚潇脸上笑意隐隐。有事就说，支支吾吾的做什么？如此，黑木哪里还不知道陆晚潇是故意的，欲哭无泪。亏得他那么担心少夫人，为他那么愤愤不平，着急上火，谁知道他却终究是一腔真心错付了。他就不该多事。没事就去找黑土，把事情处理一下，然后带那个姑娘先回京城。好的，少爷。听得宋长廷有事吩咐，黑木本能的躬声应下，反应过来他说的什么之后，脸上的表情瞬间一言难尽。不是，少爷，你说什么？你要把那个姑娘带回京城？黑木怀疑自己听错了，哪有人一边跟自己的夫人温声细语浓情蜜意，一边却要说带别的姑娘回去的？更别说这人还是他们家少爷，平日里宠妻宠的半点底线都没有，他们看的都牙酸。有问题吗？没有。见他神色如常，别说生气了，连脸上的笑意都没淡下去。黑木觉得这个世界肯定疯了，不是他们家少夫人疯了。少爷都当着他的面说要带别的姑娘回去了，还让他们两个护送，他都没有半点表示和反应。还有事？宋长廷见黑木没动，问道：没有，属下这就去。他怎么了？宋长廷觉得今天的黑木有点奇怪，之前的他有事吩咐绝无二话，有问必答，干脆利落又靠谱。还是说你们刚刚聊了什么我不能听的？还是说了我什么？你觉得呢？
所以黑木是觉得我辜负了你，给你出了什么主意吗？你就不能不猜这么准吗？好，为夫下次注意。注意什么？注意一点，不要猜对。确定这不是来气人的吗？你这样仗着自己智商高变着法儿的气人，确定不会挨揍吗？看着他白眼都快要翻上天的可爱模样，宋长廷没忍住，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怎么会是变着法的气人呢？为夫又不是神，当然不可能事事都能猜得到，猜得准。为夫说的是真的，比如刚刚黑木给你出了什么主意，我就猜不到。待走到宽敞的地方，像往常那般将他的手握进掌心。陆晚潇故意挣扎一下，却换来他直接将他拥入怀中，而且还抱得很紧，好似生怕他跑了一样。陆晚潇被宋长廷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给吓了一跳，下意识地伸手推了推他，结果他反而将自己抱得更紧了。你干嘛啊？这在大街上呢。别动，让我抱一下。宋长廷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细听之下还有一种心有余悸之感。所以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个拦住他的姑娘是谁？又跟他说了什么？怎么了？是不是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了？陆晚潇的声音柔柔的，给人一种安定的力量，加上此刻身上鼻尖都是熟悉的味道，宋长廷方才有些烦躁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重重的吸了2口他身上独有的馨香后，才缓缓松开了抱着他的手。到底怎么了？柳梦雨出事了。柳梦雨？你之前说过的那个红楼四卿柳学林的女儿？是她。她现在就已经借尸还魂了？目前看来确实是的，不过具体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可是你之前不是说柳梦雨的事情是发生在几年后吗？上一世确实是在几年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就意味着上一世的很多东西不能再做参考，也意味着很多东西将会变得不可控。别的事情他倒不怕，他只怕他怀里的人会受影响。他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有他。他是他的光，若光没了，他就只能重新回到黑暗中。届时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可能是因为你的重生而受了影响吧，别多想，不会有事的。只要你好好在我身边，我就什么也不担心。那我从现在开始寸步不离地跟着你。好。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先回京城吧，回去看看柳家那边是什么情况。等黑木他们带着柳梦雨到京城之后，看情况合适的话，直接送柳梦雨跟他爹娘见面。然后呢？然后就是他们柳家自己的事了。我只是为了还玄清大师赠珠之恩，答应他，柳梦雨的劫难到了，能帮的时候帮他一把，或者让他少遭些罪，并不是要全权插手这件事。我还以为什么？以为我要亲自管这件事吗？我刚刚只是担心你，并不是因为柳梦雨。我知道，长廷，我会一直都在的，你不用如此，你这样我也会担心。抱歉，为夫以后会注意的。我在这里遇到柳梦雨，让人把她带回京城，到时候又帮她跟柳家人见面，免了她的颠沛流离，免了她吃苦受罪，帮她早日和自己的父母见面，让柳学林夫妇早日知道事情的真相，然后尽早做出应对之策，这样柳梦雨的名声就不至于被破坏的太过，柳家也不用因为他身体里那个蠢东西到处得罪人。柳学林几十年的努力不白费，也算帮了他了。况且上一世柳梦雨自己在他父兄的帮助下就夺回了自己的身体，别人贸然插手可能还会弄巧成拙。那我们就把该做的做了之后静观其变，后面柳梦雨万一需要我们帮忙了再帮一下。好，夫人放心，还恩情有很多方式，除非必要，不然我不会和柳梦雨接触的。柳梦雨怎么会找上你的？柳梦雨借尸还魂到江陵府这边的一个乱葬岗上，被主子打死的丫鬟身上。夫人这次真的是想多了，这事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她是直接奔着我来的。直接奔着你来的？他认识你吗？可是之前在京城我们好像也没有和他见过吧？确实不认识，也没见过。他说有一次他哥哥去参加朋友的聚会，不小心听到冯茂才在偷偷咒骂我，然后就对我的名字有了印象，也知道了
我是段家的外孙女婿。可是他怎么就那么确定你就是当初冯茂才口中咒骂的那个宋长廷呢？他开始是不确定的，我开始也没打算理会他，是他提你的名字，我才停下听他说话的。提我的名字？他倒是聪明。这世上可能会有很多个宋长廷，但是娶了段家的外孙女的只有一个。你做什么？时辰不早了，该睡觉了。我还没有洗澡呢。你困了的话先去躺着，你放我下来。为夫也没洗呢。虽然宋长廷没有明说一起洗，但意图已经再明显不过了。那你等我洗完了你再洗。亲身经验告诉他，两人不能一起洗澡，太容易出事儿了，而且最后一般都是以他付出妖的代价而告终。夫人，乱想是病，得治。不过如果夫人真的想的话，为夫也是可以牺牲一下，满足夫人的。他喵的，这是人说的话？什么叫他牺牲一下满足他呀？到底是谁牺牲又满足谁呀？他是如何睁着眼睛脸不红心不跳，一本正经的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来的？好好说话，说人话，不然我不介意把你扔出去。这一招屡试不爽，宋长廷乖了。